来吧，一个新玩具，这个其实算一个老设计了，只不过最近叉社又把这个狂飙拿出来重新再版了一次，相当于出了一个全新的增加配件。所谓其实 2.0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 1.5 增强的升级版吧，它里边有了漫画的一些内容啊，增加了以后，其实主体的变形逻辑来说，我觉得跟之前的是差不多的，但最大的改动我觉得就是更换了用料吧。之前我记得玩过叉社原版的狂飙的时候，它那个料子是偏生硬的，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变形的设计，叉社的设计很多地方会绊到手，也就是说你一些角度吧必须得严苛严得过，而且用特别硬的料子的话会容易白痕。所以这一回叉社在新版的狂飙里边增加了，可能是掺了一些尼龙的材质吧，让这个料子变得特别的有韧性，但同时这个特别有韧性的料子插孔的时候啊，包括一些卡扣插入以后会很生涩，你插进去以后很不好拔出来。盒子依旧是跟之前那个版本差不多，很长的一种感觉。背后这里也是之前叉社出的一些产品的大杂烩的一个大乱斗图。纸品方面，说明书、人物卡、信用卡的材质，说明书是全彩的中英文双语印刷。叉社每一次在做玩具的时候都会带特别多的配件，这一回的狂飙也不例外。首先它有这么多的替换面雕，看到没有？叉社的才做了胡子，狂飙真的应该做胡子，不做胡子没得灵魂呐。而且这一回新版本的狂飙会带这个骷髅武士的面雕，这张漫画脸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它是一个双脚健全的，并没有断脚，而且这个脸做的啊，鹰钩鼻子，这个刀削一样的脸，确实有那个味道，很棒。但可惜的是啥呢？叉社这回只做了头雕，而没有做裙甲。漫画狂飙有两个标志性东西，一个就是和原来不一样的骷髅武士头雕，那另外的一个就是骷髅武士的那个裙甲了，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做出来。额外还会带一个小的惊破天，一个带有可动关节的小人儿，虽然涂装并不是很细致吧，但是这个小人是可以做到狂飙的驾驶舱里边的，而且这个尺寸嘛，大概应该是跟一个大亚克隆的那种小人差不多身高的。还有就是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张脸，本次开盒的时候是直接带的这张脸，也就是说用 G1 狂飙的头带了一张漫画的脸，而这张脸它是无法一体变形的，所以你必须得更换。这下巴壳太长了，脑袋转180度的话会被卡到，所以你必须得把这张脸替换下来。接着目标战士的小人儿可以变成一把枪，狂飙原配的2把武器，这个枪是可以缩短的，而且缩短了以后其实是可以收纳到这个变形成飞船了以后的一个里边。额外这个是新版本附带的这把刀了，漫画标志性的那把刀啊，效果还不错，但是可惜只带了一把。再然后是透明的支架，以及这个橘黄色的透明托，质感还是挺通透的，亚克力的材质。这一回狂飙我试着变形了一圈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紧，非常的紧。它这个紧不是体现在它上漆厚了或者说公差的问题上边，公差其实还好吧，这款狂飙的做工还不错，但问题就是料子啊，它这回换了那种很柔韧的料子以后，阻尼特别的严重，尤其是这个卡扣。当你变成飞机，你想要完美密合的时候，你必须得把它摁到底，但这个卡扣下方还有一个钩子，当这个钩子勾住锁死了以后，你再往开拆的时候会特别难拆开这个圆圈的部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改锥都撇断了的原因，我其实就是为了撬它。而整体来说呢，这个狂飙因为毕竟是一个老设计啊，所以呢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式我们之前也看得差不多了，大概主要其实还是看一下这一回新版本和之前的一个不同的要素。这个要素最关键的我觉得就是材质的更换。说起来我觉得这就是叉社的一个设计的根源问题，这个是我一直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叉社的设计啊，它是喜欢把这个完美还原做到极致的，为了这4个字它分了大量的零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不一定好。
这就是说，叉社用的是那种非常喜欢用加法设计的一家第三方公司，而这些加法设计大量的零件堆砌起来了以后，对于做工用料都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之前 1.0 的狂飙料子特别的硬，可能也是因为售后有一些压力吧。特别硬的料子加上特别半手的这些设计，变形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就导致了狂飙肯定会有白痕断裂的现象。所以 2.0 为了避免这些现象，它换了柔韧的料子，但是这个柔韧的料子阻尼又不好，又把这些地方锁得很死，导致你很难拆开，其实无形中又增加了它损坏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根源不是更换料子，而是简化设计。刚玩完了 NA 的狂飙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能把2个形态做到这么还原，竟然用这么点的零件就可以实现得到。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一个反面的例子，加法设计的叉社，它不好玩，它的变形设计你感觉都不是很巧，也就是说没有高级感。所以我觉得叉社还是应该在设计的根源上边把这些地方从简化处理，或者说从巧妙化处理，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狂飙的方法了。这款狂飙变形还是非常有压力的，一点一点的开始。下边的这个起落架在这里，刚才已经把它翻进去了。前边的起落架你可以把它抠下来。接下来看这个底盘嘛什么的，其实完成度还是挺高的，这个完整度也很好，流线型也很好，同时这个腹部就显得不会那么厚了。但是呢，这款叉社狂飙在一开始它最早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这个问题，翅膀显得有点窄。这款叉社的狂飙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扁宽的，有点像鳐鱼的那种味道。你翻过来看的话，这样看其实就是个鳐鱼，急先锋吧，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这个毕竟是古早年间的老设计了。2个垂直尾翼我们先跟这么立起来，然后有一个我觉得叉社想把它做成亮点，但最后呢处理效果非常不好的一个设计，就是套筒式的收纳拳头。我们先变吧，边聊。这个地方一定要先解锁开，这是一个锁点，也是一个挡肉的位置啊。然后要进行一个非常紧的上抬，看到了没有？肩膀往上提动滑道的一个过程，然后拳头会从这个地方拉出来。而你在收纳的时候呢，也是要跟这么收进去，你还要对准这个角度，让这个卡孔这里的铆钉对上。但这个过程其实挺困难的，而且叉社是全指可动手，这些手指头的角度都可以来回的摆动。收纳的时候，如果一个不小心，每一个关节没有扭到位的话，这里非常容易损坏。但这是设计根源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同时，这个地方是需要一些韧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内侧这里有一个凹洞，也就是说，这个小臂滑动下去的时候，滑到底，然后往里收一下，这个时候拳头才能完美的套到这个洞里边。而这个时候，你跟这里硬性的摩擦滑过去，首先会刮损到这一块的漆面，其次你这样操作的话，这里会施加一个非常大的力，也是非常容易损坏的。所以我说这个设计其实不是很聪明。它想处理的效果挺好吧，但最后嘛，实现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我得想想它怎么拆，它太复杂了呀。哦对，飞机形态下还有一个细节我们没有说啊，驾驶舱这里可以打开，同时可以呈现出来里边非常漂亮的内构刻画。这一圈的这些按钮、仪表盘，包括座位了什么的刻画都是非常精致的，也是可以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的惊破天放在里边，这个尺寸也正好可以搭载一个大亚克隆的小人，是非常漂亮也精致的。你放进去以后，其实透过这个很通透的黄色透明玻璃也是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内容的，这个细节做得很棒。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感觉叉社吧做东西其实挺诚意的。首先开始拆这一块背板的时候就特别的难拆了，来，难点之一出现了。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一侧会很容易的把它撬出来。其实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柔韧性了，
这个料子真的是更换了以后变得非常柔的，但是这块拆出来，这块死活抠不开。我今天下午变的时候也是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零件上边，我们就能看到它下方这里还有一个钩，如果不把这个钩解锁开的话，这个是顶不出来的，包括它的阻尼实在是太强了，真的撕不开。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这个就不能按照说明书的逻辑来变了，我们只能先避让，把别的地方变完了以后，最后从这里再顶一下。那么好吧，这一块我们就先不解决了，脚尖儿先折叠出来。哎，这个角是合金的，拆松。这一块下方的阻挡的位置呢，它左右两块是一个燕尾扣子的梯形套合，变形的时候要先拆这个方向。但是你不打开这个盖子吧，腿这块还解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先拆上边了。我们只能拆机头了，把机头拆开，我们尽量还是要把驾驶舱的这个锁点的位置再把它打开啊，不然下方也变形不出来。这中间咬合了非常多的卡扣，把这个地方都打松掉，然后左右给它拆开。左右拆开的时候，中间也有这些咬合的位置，把它全部打松，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角度把它抠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钩子现在已经挂死了，我们现在需要用一个细一点的东西顶它一下。好了，终于把它顶开了，也就是这一个扣点把我锁死了，所以我前面的步骤完全的只为了拆它，就无法避让太多了。好，你解开我们就全部都好说了，剩下的东西就一马平川。中间的两根合金杆直接拉到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很长的钩子，就是这个钩子把我锁住了，过不来。这一圈的边缘还有一个凸起的轮廓，这一圈轮廓也是让它锁死的一个关键因素，再加上这个钩子完全的无法从外边施力打开，所以这也是我们玩玩具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如果你发现从这个角度撬不开它的话，不要使劲跟这么再拔了，如果你再拔的话，这个地方是撑不住的，肯定会撇断的。你从这个地方绕过来，看到了这中间的孔洞，这个漏光的点就是刚才插栓的位置，拿一个细的东西过去顶它一下，从这里就可以把它顶出来了。顺势打开这一步，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往起撬，腾开所有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方锁着，我们把这个钩子打开以后，两条腿才可以解放开来。解放开，我们就可以去垫腿部了。先打开后腿板，再撩开里边的这一小片挡肉，然后一个 Z 字折叠。其实它的变形逻辑很简单啊，但是处理起来中间有了太多的细小的东西啊，所以要注意的很多。首先我们第一个不要把它折到底，在半变形的时候就要把里边的这一块全缩起来，然后让过这个轴，这个时候就需要韧性了，需要一点韧性把它别过来。这也是为什么这回叉社会选择换成了这种比较有韧性的材质的主要因素之一啊。这个之前的料子会很硬的，所以这里很容易损，换成了比较有韧性的料子就不用担心了。好，编到这一步，把这个关节锁到底，这里边有一个插桩，把它定好，这里全打开，然后腿肚子里边的这一片我们先把它缩小，然后从这里翻出来。翻出来的同时看到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中间还有一个转轴啊，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把它立好，先放在这儿，也不用管它。把这一块折下来，翻到这下边去。翻进去以后，这一块就说到这个比较有韧性，它必须得用韧性，因为这个尺寸它过不来啊，你得压着这个角度
把它贴死了，然后穿过这个缝隙填满，好，再锁上这个地方，把腿上包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前方这里先开始已经锁定住了，后边这里漏了一个窟窿，这里有一个挡脚踝，就是膝盖后边空洞的这么一个挡肉片，把这块放下来，然后脚后跟拉长，那这么一条腿才算变形完毕。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扳手的地方，有很多边边角角需要你借位置，这也是更换那个韧性材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接着变另外的一条腿吧，打开这个钩子锁定的位置，然后整个的翘起来，里边的这个小片翘起来，接着脚尖儿两个关节把它摊平，V 字大折叠，折叠到拉松以后不要到底，先叠起来这一块，然后靠韧性把它换一个位置过来，换位置过来以后先把它放好，这个角度再往里窝，往下缩一缩，然后把中间的这个零件腿肚子里边的这一片旋转翻出来，翻到腿肚子的外侧去，拉出来的。这个时候把这里边的这一块再放好，膝盖位置现在才可以去密合，卡扣扣上，所以这个先后顺序不要刀错了。好，咔嗒一声这就锁定到了，接着把后边的这两块往里卷，卷到最里，需要用一些韧性把它压进去。这腿里边的这块还不要挡到啊。好，锁上这一块零件，往下扯，尽量把它往下贴合好。然后这个地方的卡扣跟这里连接，插上。膝盖后方这里的挡肉片插上，挺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吧。两条腿算是变完了，把这块背包再次腾开位置，因为终于解开了这个圆豆的部位，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打开，把这块往下翻折了。但是翻折的时候注意，这里有一个小的方块区域，我们要往里顶它一下，顶成这个角度，然后把整个的驾驶舱仪表盘肚子里边的这一块全部的往下按压，压深它，把这个靠背再放平，腾出来更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同时背包我们也往下拉，拉到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来，然后压着这一块小方块的零件往里顶它，再转，这就撇下来了。这里注意的关键点就是这个方块的位置，不太好看到啊，看到没？这个方块是仪表盘前面的一个相当于电脑主显示屏下方的那一块操作区啊。这一块的边缘倒角会顶在那里，所以你在逆变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顶过去，再往下翻折这个角度，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吧。好，然后开始拆这个长长的鼻尖，这下方的连接卡槽打松，明显能感觉到这回的这个板件的柔韧性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卡扣插进去真的特别的紧。打开卡扣，左右再把这两块撇开，然后一个 Z 字折叠缩进来，前边这个长长的棍子缩进去，贴合，贴好。这个时候就开始避让，整个的挪开。
把这块完全的缩进去，卡到。好了，终于避让过来了，主要就是靠这2根合金杆子来回调角度啊，压到最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机头尽量往里缩，这块往上贴合，背包就把它收起来了。这样看的话，确实会收得更薄一点点啊，但这个的处理效果依旧我还是觉得不聪明，没有 FT 的那个巧妙，也没有 NA 的那个极简化的变形来的巧妙。然后这一块的卡扣拉开，双段关节把襟翼这里折起来，这个地方双段关节往里折叠，折叠过来的时候，这里再翻开一个连接的档，我们再往里收的时候，这个卡扣要跟这里定上，算是固定肩膀的这个翅膀。小臂的部分，拳头很紧啊，这里转过来。另外的一边，我们从正面看，拆开这个地方的卡扣，拳头扭正，然后双段关节把襟翼立起来，这块往下折叠的同时，扣起来这个板子，这里往回收，卡扣从这里套合上去，固定，脖子旋转过来，兔耳朵给它打开。也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把它变形完了。说实话，在叉社的古早设计里边，狂飙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叉社代表性的这种韧性变形半手的变形设计，也真的是啊，在那个年代的叉社做出来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在变形金刚领域里边真的是非常难受的一种体验。还是那句话，根源是出在这一款的设计上边。这个设计师想的有点太多了，其实完全可以把它简化下来以后，做出来一个更好的效果，而不是说这种来回半手的体验。同时，叉社这家厂子想着这一次也是趁着狂飙最近的一个热潮，把狂飙再版了一下。他发现了当时设计的时候出现的这些韧性变形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更换了用料，用了更柔韧的料子，但这个更柔韧的料子导致了它的卡扣非常难解开，又是带来了一种比较不好的体验。所以终归来说啊，这款狂飙我觉得还是摆脱不了这个设计师的梦魇呐。如果想要发展的话，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怎么去用这些设计了。或者说这个设计师是比如说御用啊，或者说是签约的设计师，是长期的合作的一种关系，又或者说这个设计师本身是投资人的一部分，那就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只能让市场去决定你的一切了。但是如果叉社想要跻身进一线第三方水准，或者说如今做 MP 升高的，也就是叉社和 FT 在一直就不断的出这些老记忆的玩具的当下吧，叉社最终处理的效果呢，是为了做复杂的设计，最终导致了这款产品的本身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做工成本，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设计的本身让做工的成本提高了很多。这个其实对谁都不好，对玩家不好，对厂家不好，对售后的压力也大，而最终的根源就是设计师的根源。叉社的一个态度上面的问题来说，都是非常让人觉得这个叉社的厂子很实诚啊。它带的配件量的内容，还有 2.0 改动的这些东西，以及全身的用料更换，明显能感觉他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根儿上。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款狂飙，叉社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甚至通过之前的叉社的杯子的时间，再加上如今的狂飙，还有叉社以前出的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叉社要重新的反思一下，可能是一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态度吧。我们站在第三人称视角，可能会目视着这些东西的发展，横向去对比如今同类化的产品，你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而当局者呢，站在厂子里边，面对着单一的设计师，可能永远会绕不出来一个结构解决不了分很多零件的这个圈。
其实老记忆迷的粉丝们对于叉社的一些作品啦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叉社是一个非常懂记忆动画的公司，它每一个桥段、每一些配件的运用，它都可以把这些场景互动很好的融入起来，而且玩的一些梗，甚至于一些资深的记忆粉都要查资料很久才能找得出来。所以叉社是一个这么有态度的公司，如果能在设计的根源上面再拔高一个档次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厂家也会非常进步的。那么这一期狂飙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